今年有很多人对 iPhone 12的规格十分的失望，不过这次 iPhone 12呢有几个特色或者说是冷知识，你可能还不知道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苹果妹的频道。上一部影片里面呢，帮大家做完了 iPhone 12的大整理。那在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出来 iPhone 12这一次在相机有做一些更新之外呢，其他部分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动的。然而呢，在那部影片里面，其实我有一些东西是还没有讲到的哦。所以今天影片呢，来带大家看一下这次 iPhone 12 10个隐藏的特色，来看看哪一些东西是你还不知道的吧。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是对我一点小小的支持哦。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首先呢，我们来讲到这一次 iPhone 12的5G， 你可能已经知道美国卖的 iPhone 12就是比其他地区多支援了1个毫米波，也就是高频段的5G 网络。但是你知道美国版的 iPhone 12外观跟我们长得不一样，而且空机架还偷涨价吗？在美国官网呢，可以看到这个 iPhone 12它的电源键下面多出了一个深色的区域。那之前呢，就有很多人在期待说这个会不会是新的指纹辨识啊，或者是新的无线充电？但答案就是2个都不是，它是一个5G 天线。因为这个美国才有支援的毫米波呢，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就是它的穿透力极差，你只要隔一个墙壁就几乎快要收不到了。所以这一次每一版的 iPhone 12才要加入这样子一个很明显的天线。另外呢，美国官网的 iPhone 12 mini 还有 iPhone 12的售价也被偷动了手脚，在没有配合任何电信商合约的状况下呢，空机价硬生生多出了$30。iPhone 12起价从$799变成了$829。更奇怪的是 Pro 系列并没有看到这样子$30的价差 ，Pro 跟 Pro Max 的空机起价一样是维持在$999跟$1099。我原本以为这样子$30的价差可能是要避免大家抢购美国版的 iPhone 12，不过算了一下，美国版还是便宜很多啊。所以到底为什么 iPhone 12的空机价贵了$30，但是 Pro 还是维持在一样的价格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哦。再来呢，在尺寸的部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 mini 会比 SE 第2代更小一只，然后12跟12 Pro 都会比去年的11也再更小一点 ，Pro Max 则是维持差不多的大小。但是你知道这次 iPhone 12全系列的厚度都是7.4公厘吗？去年的 iPhone 11是8.3公厘，所以这样子是相差了快1公厘，也就是减少了10% 的厚度。而且 iPhone 12还比 iPhone 11轻了32公克，也就是减少了16% 的重量。所以整体来说呢 ，iPhone 12会比 iPhone 11轻巧许多哦。不过 Pro 跟 Pro Max 的部分呢，因为今年加入了更多相机组件，以及采用不锈钢边框的关系呢，所以它的重量是维持跟去年差不多的，分别是187公克还有266公克。在电池的部分呢，上一部影片里面我们也说过 ，iPhone 12系列官方给出的续航力数据大致上是跟上一代差不多的。但是你知道 iPhone 12的电池容量实际上是变小的吗 ？iPhone 12的电池容量是2815毫安时，比起 iPhone 11的3110毫安时少了快要10%。虽然说电池变小了，不过因为采用 A14 晶片啊，或者是 OLED 屏幕的关系，对 iPhone 12整体来说是变得更省电的，所以它的续航力才能维持一样的表现。不过这是苹果自己讲的啦，续航力怎样呢？还是要实测才会知道。另外呢，最新的5.4寸 mini 它的电池容量是2227毫安时，跟 SE 第2代的1821毫安时相比呢，这一次 mini 它的续航力是蛮值得期待的哦。到时候呢，我也会第一时间做影片开箱 mini， 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通知哦。另外呢 ，Pro 系列的电池容量现在还没有确定，不过基本上也是缩小的。这次 iPhone 12全系列的萤幕都采用了 Super Retina XDR Display 的 OLED 萤幕，也就是说入门款的12 mini 还有12都升级到了去年 Pro 系列才有的高等萤幕。虽然我们已经讲过12跟12 Pro 它的萤幕最高亮度是有差别的，分别是625尼特还有800尼特，不过这个是在一般使用情形下的最高亮度。你知道 iPhone 12全系列的萤幕亮度啊，在你观看 XDR 内容的时候，最高都可以高达1200尼特吗？也就是说呢，就算是最低阶的 mini 啊，它的硬体规格其实是可以达到 Pro 等级的。但是苹果为了区分高阶跟入门款手机的市场呢，就限制住了这个功能。其实不只是在萤幕亮度这方面啊，像是之前这个 iPad Air 它的 A14 晶片也是这样，为了不要让 iPad Air 有超越 iPad Pro 的嫌疑呢，所以他们就限制住了 A14 晶片的能力。在这方面呢 ，Pro 跟低阶款的市场区隔，苹果可是非常有原则的。在防水部分呢，这次 iPhone 12系列可以在水下6米深维持30分钟，去年的 iPhone 11是水下4米深30分钟，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带着 iPhone 12去做自由潜水或者潜水之类的。有人要试看看吗？不过苹果的保固是没有 cover 进水损坏的哦，所以不管你的手机是怎么进水的，你都要自费维修。再来呢，我们想到相机的部分，这次 Pro 系列
列跟12最大的差别就是相机的模组。除了多出的望远镜可以做放大之外呢 ，Pro 系列这一次还新增了夜间人像模式，还有 Apple Pro RAW。杜比世界 HDR 影片可以拍摄60 frame，12跟12 mini 的部分是只有支援30 frame。还有 Pro 系列因为加入 LiDAR， 也就是光学雷达扫描仪的关系，所以它在低光源的环境下做拍摄的时候，它的对焦速度会比12快6倍。也就是说呢，就算你拿的12 Pro， 它整体的拍照体验还有拍照品质都会比12好很多。另外呢，相信你也知道 Pro Max 的相机这次是比 Pro 好的，但是好在哪呢 ？Pro 的望远镜这一次是2倍变焦放大，光圈是 f2.0，全部的镜头呢可以提供4倍的变焦范围，但是 Pro Max 的望远镜呢，它是2.5倍变焦放大，光圈稍微小一点是 f2.2，全部的镜头呢提供了5倍的变焦范围。另外呢，比望远镜更重要的就是这次 Pro Max 它的主镜头大升级，它的感光元件大了47%，在低光源的表现更是提升了87%。主镜头还加入了 Censorship 防手震。这个跟12还有12 Pro 差别呢，就是 Pro Max 它在照相的时候，它的感光晶片会移动来抵消你手的震动，照相的品质会更稳定。以上这些关于 Pro Max 的相机规格，你可能本来就知道了，但是上一部影片里面呢，我没有提到内存的部分。这一次的12 Pro 系列呢，可能将会是首次搭载6GB 内存的 iPhone， 而12还有12 mini 的 RAM 呢，则是会维持在4GB。这可能是因为这次 Pro 呢有一些新功能必须要用到更大的内存，像是 Apple Pro RAW 或是拍摄杜比世界 HDR 影片60 frame 等等的。像我之前就会拿 iPhone 11来剪片但是就有一点卡顿，所以在这方面有需求，像是处理影像的这些使用者，如果升级到 iPhone 12 Pro 的话，整体使用上应该会更顺畅。再来呢，要讲到这一次推出的 MagSafe， 也就是磁吸无线充电盘。虽然说 iPhone 12系列里面全部都加入了这个磁铁圈，让你在使用 MagSafe 的时候会更顺畅。不过实际上呢，这个 MagSafe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无线充电盘，只要你的手机是有支援无线充电的话，都是可以使用的。也就是 iPhone 8还有之后的机型都可以使用。还有就是 iPhone 12必须要配合 MagSafe 才能充到最高15瓦的无线充电。那如果你是使用其他牌的气无线充电的话，最高就是7.5瓦。最后呢，要讲到 iPhone 11 Pro 还有 Pro Max 已经下架了。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售价还有功能跟现在架上的产品是有重叠的。苹果就是这样子一间高低阶市场划分非常明确的公司，而且Tim Cook非常会玩这方面的策略，所以只能说不意外啦。以上呢就是这次 iPhone 12的隐藏特色，或者说是冷知识，补充一下我上一次影片里面没有讲到的一些小细节。我自己呢到时也会开箱 iPhone 12还有 iPhone 12 mini，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通知才不会错过哦。另外呢，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 FME123，我会在里面分享我的日常生活或者是拍片幕后等等的，所以欢迎去追踪起来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